大家好，皆さんこんにちは。这次的影片是说什么都要去大溪地的男人。其实从很久之前开始，就一直想要去大溪地看看。这次的旅行也是在出发1年前就已经规划好。除了要搭乘大溪地航空的商务舱之外，这次也要住在大溪地离岛波拉波拉的威士汀度假酒店。那么就赶快来看看这次是怎么玩的吧。这次我们从成田机场直飞大溪地，飞行时间大约是10个小时，航班每一周有2班。如果想去大溪地玩的话，算是比较方便的出发地点。我们现在已经在登机口了，来立功。来，我共就让我这个一直想要去大溪地的男人告诉你为什么要去大溪地吧。你可知道世界上3大蜜月旅行的地点是哪3个？马尔地夫、大溪地，还有另外一个是那个什么你要说的那个莫里西斯。摩里西斯。1年前就已经买了机票，也不是我买了，换机票，大溪地航空的商务舱。大溪地它的位置在这里，所以可想而知，它现在很热。他们从日本出发，现在又遇到近年最强的寒流，那可能到现场可能要换衣服吧。时间一到就开始准时登机，一进到机舱之后，真的不得不称赞，超级漂亮。湛蓝色的摆设加上灯光，整体的第一印象就非常好。飞机的机型是波音787，商务舱的座位配置是222，即使是靠窗座位，也可以2个人一起坐，还不错。好可爱。座位上的备品也都非常齐全，拖鞋、降噪耳机、枕头、被子、过夜包等等，不但品项齐全，品质也非常不错。大溪地因为是法国属地，机内的广播以法文、英文、日文的顺序为主，但同班飞机中中国旅客也蛮多的，比较重要的部分也有中文广播。整段航程会提供2餐，晚餐的主餐有3种可以选。整体的味道虽然没有到亚洲航空那样熟悉的美味，但还算不错。特别推荐他们的味噌汤，意外的蛮道地的。另外饮品的部分，因为是法籍航空公司的关系，所以提供的白酒和红酒都还蛮美味的。搭商务舱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躺平睡觉，10个小时的飞行时间可以躺着，真的很舒服。等到被广播叫起来后，就已经过了国际换日线。就是要配上 BGM。鸡蛋走。大溪地的地理位置在南太平洋上，过了国际换日线的位置，正式的名称为法属波里尼西亚群岛。经过约10小时的飞行，我们在当地时间中午左右抵达了 PPT 机场。这里算是大溪地的本岛，要前往波拉波拉的话，还需要在这里转国内线才可以抵达。我们现在抵达大溪地了，他们也是这种小岛机场，就是里面没有什么空调，跟夏威夷跟马尔地夫那种很像那种。然后我们一抵达的时候呢，但真的是太热了，所以我们马上开行李箱换衣服。我们2个现在都换好衣服。这里现在看了一下是30度，那整个这边夏天就是夏天。然后我们现在在等什么呢？我们不是在大溪地的本岛，我们是要去它的度假小岛，一个叫做波拉波拉的地方。飞到波拉波拉多久？50分钟。50分钟。大溪地机场其实小小的很简单，
当地的货币是 XPF， 不是欧元，也不是美金。不过机场的商店、餐厅基本上都可以接受信用卡，所以我们这次也没有特别兑换当地货币。我发现它的票啊没有指定位置，是 open seat， 所以感觉就是先排队就先上去这样子。太阳雨其实没有下很大，不撑真的是也还好。出发。前往波拉波拉的国内线是没有指定座位的，上机后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座位入座，建议是坐在左边会比较好哦。超美。飞行时间只有短短的50分钟，但还是有提供饮料和小饼干。终于抵达波拉波拉。哦，波拉波拉的山就是那座山。对，山の名前は波拉波拉。就是那座山。我们的八点。抵达波拉波拉机场之后，就会看到等待游客的饭店人员，感觉像是规模比较小的马尔地夫机场。规模比较大的度假村一共有7间。Hello。Let's go. Thank you. Thank you. Oh. Thank you. Oh, thank you. 哦，这个好赞哦。水耶，好可爱哦！这不是送的吧？当然送的啊。虽然不像马尔地夫一样是一岛一饭店，但波拉波拉度假村的接送方式非常的类似。在接近入住的日期前，饭店就会主动寄信来询问班机等的相关内容。住宿费里面也有包含机场往返的快艇接送，因此完全不用担心会找不到前往饭店的方法。从机场前往度假村的快艇大概15分钟左右。当下不仅天气非常好，浪也没有很大，包含我们在内的只有2组住客，整个非常惬意。到了 The Westin 波拉波拉。天气超好的，京都现在在下雪，积雪，这也很美，没有错。但是这几天冷到有快哭笑了，但是没有，天气多好，舒服。我们马尔地夫都去了2次了，没道理大溪地不能再去第2次了，是不是？抵达威斯汀之后，我们先来办理入住。这次我们预计在这里入住2晚。 The view is amazing. Yeah. 在进入房间之前，工作人员带我们先简单认识一下环境，包含岛上的餐厅、酒吧、活动设施，还有一些商店的位置。之后才会带我们去房间。这次利用点数预约，并押上万豪的套房券，顺利入住了第2好的房型——水上屋的小套房。这些是我们这次的房间，水上房 resort。OK。
我们现在终于到房间，他帮我们简单的导览一下，然后等一下再跟大家说我们现在看这次的房间。我们这次住在是水上房，一进来看这里，江，水上房当然就在水上，他这边直接挖了一个洞给我看，好棒哦，蛮喜欢这个。发现我们其实是蛮靠外侧的，就是我们住在海景第一排，然后我们外面有超棒的景色可以看。我们外面这边当然就是海，然后这里还有起来的 shower， 其实没有非常深，但是我们这边好像也没有人在那边玩。觉得它隐私做得很好，除非是真的角度比较过去的，不然隔壁其实是看不到的。后面这边设计其实也很好，这边可以躺。然后像我这种不下海水的人，我就是有个泳池，我就觉得很舒服。山现在看起来上面也是有一坨乌云，那等一下就会散了吧。我们先进去看里面。首先有一个小小的客厅区，其实这客厅区以这个房间的大小来讲，我觉得没有很大，但是就还蛮舒服的啦。一个社畜就是会在这里用电脑，有这种他们那种小岛元素，看起来不错。点心，他每一天都有一些简单的活动，这些应该都是免费的活动可以参加，不知道需不需要预约。房间的部分，床在这边，超大的，很大，这是直接面海，这景色就非常棒。那空间在左边，有些人可能都来这边就是会想要待比较多天，所以行李多的话其实也不用担心，它这里超长，整个都可以放。然后另外这边就是浴室，超大的浴缸，这里这就是泳池，或是下去海水的时候玩的时候用的。这是它的浴巾架吗？刚刚找了一下，好像这边没有放牙刷，有可能没有。牙刷可能是要自备，但我们本来就有自备的啦。拖鞋啊，有，太好了，有附。然后这边当然里面也有 mini bar， 它有一个基本的小的 kettle 可以烧水，然后咖啡、胶囊咖啡这些的都有。下面是什么？小冰箱跟一些杯具吧。你看里面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不过我觉得它这边有个很棒的事情，就是我们来的时候，一人先发一支大的水壶罐，然后它每一个房间外不是每个房间啊，饮水站之类的房间才有。哦，饮水站这方面有。波拉威士丁水疗度假村的水上房一共有3种房型，这次住到的是有包含私人泳池的山景房型，里面的空间真的是非常大，尤其是阳台的设计让人非常满意。不管是在泳池玩水、晒日光浴，或是喝杯香槟，光是看海发呆就觉得超级舒服。它已经出来了。它现在天空是粉红色的。它跟我们的手环的时候，我可能解释没有听得很清楚。其实这就是房卡。这次的房间也太美了吧！这次我们入住了2个晚上，第一天抵达的时候就已经接近傍晚了。在房间稍作休息之后，就前往餐厅用餐。饭店晚餐的餐厅有3间可以选择。其中1间是要事先预约且定位比较高级的餐厅，而我们这天来到的是相对平价的 Baravara， 提供的餐点比较国际化，有意大利面、披萨、牛排、海鲜等等，比较不用担心吃不习惯的问题。一个 barbecue 吧。非常喜欢这间餐厅的半户外座位，可以坐在沙滩上，一边看海，一边看夕阳，一边吃晚餐，真的超级疗愈。可以吗？
因为是白金会员的关系，入住有送免费早餐，但早餐的内容跟一般西式早餐非常类似。虽然也有欧姆蛋现做区，但整体的热食选择相对比较少一点。拿起脚踏车回去。那个人叫我骑脚踏车回去，我可以吗？吃完早餐之后，决定先在饭店各个区域稍微逛一下。由于腹地实在太大，所以我们决定骑脚踏车。哦，好凉哦！啊，真的，真的穿了。度假村本身的腹地非常大，这里还有海龟生态池，会在固定时间放海龟出来游泳。这天我们还蛮幸运的，稍微让我们参观了一下，看到海龟本人真的是超可爱的。这次我们并没有参加度假村里面的付费行程，只是单纯想要在小岛上度个假放松一下。但即使这样，度假村里面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它的户外泳池区空间非常大，除了景色超棒之外，旁边也有连接酒吧，可以一边玩水一边喝一杯。超爽，水超冰，这景色真的是无敌耶！哎，你可以管理一下吗 ？OK。发现，这超棒。其实水还是有一点点冷，一点点。然后那边还有这种小房子，可是那边的位置都被占满了。我觉得应该就是拉棍的水啦，没有就是汽水啊，没有那么盐，但也没有那么，它有一个角度哦。我猜当地货币1000到1300之间1000到1000，这是我可以接受的范围。虽然也是蛮贵的，但是跟美国比就差不多价钱。另外还可以参加免费的莱姆酒和红酒品尝，可以更了解一些相关知识。解说基本上都是英文，但就算真的听不懂，就当做去免费喝一杯，其实也还不错。点了一个炖饭，跟薯条，一边看这个景色，一边在旁边吃饭。除了去餐厅之外，也可以考虑叫 room service， 毕竟房间内的景色就非常棒。不管是玩水，或是想要安静用餐的话，都蛮推荐的。另外，度假村内也有酒吧 ，Happy Hour 时段会有半价优惠。来到了这里，巴拉巴拉。Oh my god， 真的是很美耶 ！Burger 蛮美的，而且它的班子是热的，这就是很正确。竟然给我看到海龟！它潜下去了，我不胆啊！太黑了看不到。你看看另外一边，它会游出来，下去了吧？看不到。有关大溪地，我觉得真的是蛮棒的。第一天气，我们在这边待3天，基本上没有遇到什么下雨，然后这次天气超棒，超温暖，又不会过热，整个很舒服。
然后第二，大溪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我们这次是在波拉波拉岛玩，那如果是大溪地本岛或者是其他岛的话，可能会不大一样。但他们的岛就长得蛮特别的啊。和马尔地夫看到的感觉比较不一样。马尔地夫感觉就比较珊瑚礁群岛，比较地貌上没有太大变化。这边还有一些山啊什么的。3天2夜里面，大部分的客人都是美国人，美国人超多的。因为从洛杉矶有直飞的班机啊。然后我们这次住的威斯汀波拉波拉度假村是2024年10月吗？新开幕的。这近几年来唯一一间新开的，但其实它的设施是你说是沿用爱美，它原本是爱美，然后后来 rebrand 变成威斯汀。吃的方面，反正吃喝玩乐4个方面的话，其实它这里物价也没有说很便宜，老实说，就是高级度假村可能都差不多啊，就是不会便宜到哪里去。但是然后吃的话，因为这边其实都是海岛。所以除了海鲜之外，可能很多东西没有大家想象中吃的这么好。可能很多人会犹豫说，海岛度假村也好，要住水上屋吗？还是住一般的沙滩屋就好了？应该很多人会犹豫这个。然后这次是我们第一次住水上屋，如果预算 OK 的话，水上屋是一个蛮值得的体验。因为来到这样子海岛的地方，无非就是为了想要享受这样子眼前这样的景色，还有私人自己的一个小泳池。那水上屋的话，这些都是你的私人空间，比起沙滩屋，我觉得隐私会更好一点。这次我们待了3天2夜，但最后一天也比较晚离开。入住的最后一晚会拿到退房通知，里面会注明前往机场的船班时间，还有需要退房的时间。基本上退房之后到搭船之前都可以待在岛上，但如果和我们一样是比较晚离开度假村，却又必须要提前退房的话，可以和柜台商量，请他们提供中继的房间。这次我们拿到的中继房间就是比较简单的房型，是沙滩房。虽然简单，但在离开前有个地方可以换衣服、洗澡、休息，也是很不错，是一个非常好的服务。海岛旅游感觉很见仁见智，实际来到大溪地的波拉波拉，确实它的景色非常非常的迷人，但如果要在这里待超过3个晚上的话，可能会稍微有点无聊。如果是这样的话，建议可以安排比较多的水上活动，或是到波拉波拉的本岛上观光看看，会比较好哦。最后一天的傍晚，我们来到了码头，搭上了前往机场的快艇。原本想说美好的旅程就要在这里告一段落，接下来只要回到大溪地本岛，在机场旁住1晚后，隔天一早就可以搭上商务舱准备回日本。但怎么样也都没有想到，临时发生一个悲剧，很惨的悲剧。我们回大溪地本岛的班机，因为飞机有问题，然后他们消防车刚刚也出来了，所以我们的班机被 can 了。我们都到外面去等了，然后现在等了20分钟左右，一直都没有飞，一直没有让我们登机，然后现在被 can 了。所以现在遇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我们原本是民航已经延迟2次的班机，竟然在开放登机之后，因为机材出问题，突然宣布航班取消。由于一切实在发生的太突然、太意外，航班取消的故事就让我们下一支影片再继续分享吧。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拜拜。19